冒险的乐章再度走向冰火同源合唱。当冰火铭刻下炙热的初心，再一次踏上那全新的魔法之旅，高飞的风之羽衔来了相遇，梦之眼点燃了旅途中新的奇迹，巨龙在咆哮，牺牲要回荡在天地域，温暖心底回忆，希望的领域苏醒，用冰的冷冽，火的滚烫，谱写着曲乐章，风的轻盈，天地曙光，也一起放声歌唱，百变之芒，暗雷之上，不同射箭绽放，大地苏醒，旋律飞扬，演奏崭新的开场。想学以太魔法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等你醒了再找你算账。你不是很会逃吗？只要这次你能出洞口，我就放了你。你是伟大的火龙王誓言大人。我和冰雪女神祭司的实力差距太大了，要想给爸妈报仇，我必须早点参透冰火同源的奥秘。给我认真做饭，别以为我跟你多聊两句，你就能放松了。再偷懒，小心我把你那群朋友再抓回来，看你怎么办。这才对嘛，好好做饭，别整天魂不守舍的。也不知道凤女他们怎么样了。宁冰，你还好吗？我现在被长老带回凤族，短时间内没办法离开。等我突破到5圣，就来找你。凤香说你在这儿，果然是这样。长老，凤女，凤凰涅槃大典就要到了，你要争取在那之前突破至5圣，领悟凤凰3变。以新任长老希望之凤的身份，协助我凤族度过考验。是，凤女明白。可是长老，我这段时间虽然突破了圣斗气，但还是无法真正踏入5圣的境界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你能上进，我很欣慰。作为希望之凤，你不光要变强，还要谨慎行事，不出任何差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长老，凤女还有一事想问。问吧。我在天荡山的那些同伴，他们怎么样了？你的同伴只有凤族，天荡山那帮人的事和你没有关系。我叫了凤香来陪你训练，你好好修炼，不要辜负凤族对你的期望。是。我们开始吧。摆出你的真本事来！就让你看看我这次历练所提升的实力——凤凰2变，王族之语。这才是希望之凤该有的样子。凤女，你就是天生的王者。凤凰2变在我正常状态下也非常耗费体力，更别说现在。你刚突破了圣斗气，让我看看你到底进步了多少。体力消耗的怎么这么快？
知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武圣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念冰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风女，风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风女怎么会接不住我的招式？凤虚长老说的果然没错，突破武圣的方式是耗尽体内所有的斗气，如凤凰涅槃，死而后生。虽然火龙王对我没有恶意，我不用着急逃跑，可一直待在火龙洞里也不是个办法。要是能说动他带我离开就好了。火龙王，我们在天荡山待了这么久，你就不想出去逛逛吗？你不是想开溜吗？你放心，外面的人类世界好吃的东西更多。我上次给你做的牛排，还有各地不同的美食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待在这里，只会错过更多珍惜的美味。要是你能带我吃到美食，那也不一定非要待在这里。反正我的龙神咒也修炼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去外面逛逛了。这么说，你是同意了？算是吧，但是在外面，你都要听我的。这是肯定的，只是外面的世界太危险，我这么弱小，万一出个三长两短，如果你肯送我几本魔法书，好啊！你竟敢惦记我的宝贝！那些魔法书都是用上古文字写成的，就算我给了你，你也看不懂。既然如此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还想着，如果得到你的指点，就能做出更好吃的美食。唉，你想学什么？之前你展示过的拟态魔法。他怎么整天惦记拟态魔法？这小子确实有些天赋，魔法的修炼速度比普通的魔法师快上100倍。光有天赋还不够，实力得更强点才行。教他拟态也好。你现在能力太差，还学不了拟态，但我可以指导一二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学会拟态魔法后，你要用更多不同的魔法做菜给我。这倒好说。拟态最重要的是以自身的魔法为基础，对其他各系魔法进行拟态。所以对于你来说，寻找到冰火魔法之间的共同点才是关键。共同点？冰和火的共同点是犀利的攻击，但火的范围更大，冰可以塑形。冰和火二者的可塑性都很高，找到共同点再去弥补，就可以发生质的改变。你觉得这柄刀怎么样？光系魔法刀，实为少见。不过，这应该是一柄光明祭司用的祭刀吧？难道这就是子梦前辈提到的曙光刀？说的没错，上万年前，整个大陆上唯一的一名圣师手持这把刀，惩恶扬善，无数恶人命丧此刀。可是杀戮性质的利器一般很难得到光系魔法元素的认可，这把刀的主人是怎么做到的？你问到点子上了，因为这把刀上的光元素不是光系魔法师所附加的，而是光元素自动汇聚而成。这把刀它自带光明属性。什么？这也是圣师的强大之处，因为这一切只有胸怀坦荡、心中光明，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帮助他人的圣人才能做到。只可惜，这位圣师虽然已经达到神师境界，但是他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后竟然险些令人类灭族。他们逼得圣师不得不冒着被神界惩罚的危险，重新回到仰光大陆。没想到的是，敌人太过强大，
圣师也无能为力。为了拯救人类，圣师便以自己无尽的生命作为代价，求助于神族。神族被圣师感动，这才出面将敌人完全封印，使大陆重新恢复平静。而那些封印敌人的印记，就留在这7只莫奥达斯封印之瓶中，从此交由我们7大龙王保管。所以你留在这里，不只是嫌神界麻烦，还有守护瓶子的任务。莫奥达斯封印之瓶竟然如此重要，怪不得你那时候那么生气。我一定帮你将它找回来。不急，7个龙王分别看守7个瓶子，拿到7个瓶子才能解开封印。他们偷走1个瓶子没什么大碍，我们还有时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寻找。你这也太不靠谱了。哼！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吃更多美味的食物。这把曙光刀就归你了，用纯净的光元素做饭，味道一定很不错。什么？你要把这样的宝刀给我？与其留在我这些宝贝堆里，倒不如弄给你当个菜刀来发挥点作用。过来。这么大的刀，怎么当菜刀来用啊？的确如此，想掌握它，还要多下功夫才行。除了它，我还有其他属性的刀。如果你表现得不错，都送给你也不是问题。只有收集更多属性的神器，我才有机会挑战冰雪女神祭司，为我爸妈报仇雪恨。把你那颗光明器的宝石给我。圣刀存在了1万多年，也是该给它升级的时候了。可是，愣着干什么？镶嵌上圣药石以后，曙光刀才能和你其他的魔法刀媲美。如果你以后能拥有拟态的能力，曙光刀就会成为一把顶级的光明系魔法杖。火龙王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你站得远一点。天地之气，助万千之人。化天凤女铸刀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龙王的力量吗？尘封的曙光将洗涤深渊的罪恶，映照凡人之身；洁净之力化圣药之时，永恒的光明将扫去世间的阴霾，震荡邪魔之魂。沉睡的龙神，请苏醒过来，俯瞰您的子民，让堕落的大地重现圣光吧！圣药曙光，和！好强！成功了！好厉害的铸造之法！哼，小意思。哎，聂兵，你看，那是谁？火龙地裂斩！自动触发卷轴，有意思。给我乖乖站着，别动！瞧瞧这妖怪，再瞅瞅这些人。你拿什么赢他们？你有几成把握？保守点吧，9成9。关注冰火魔厨官方账号，获取更多动画资讯，一起前往仰光大陆，探索魔法入厨的巅峰。回忆里忘不掉的滋味，你的魔法让我体会。清风拂过小街流水，温柔的让人沉醉。高塔上那朵带刺蔷薇，谁能融化冰冷心扉？多想自由冒险一回，去闯荡无惧无畏。Sweet love 是心底的无措和纠结，
起冒险，在下一站遇见。我好想天天与你相见，冰与火的魔法世界，星光不及你的笑脸，未来有你才会甜。我期待天天与你相见，和你创造魔法乐园，希望有你一定就能实现。那是因为你们人类魔法师一直以来忽略了体能的训练，于是强大的魔法力和精神力本身对你们就是一种极大的负荷。你就自己扛着圣药刀走出天荡山吧，小子，想和我学魔法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终于突破到了5胜，进步得这么快，不愧是希望之凤。凤女如此有天赋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